你知道猎兽神兵或者叫至曾为神之众兽原作是咋完结的吗？该作正是黄昏少女差失忆的作者 Maybe 老师于2014年开始在讲坛社旗下的月刊别册少年 Magazine 上连载的漫画作品。该作于去年正式完结，共出了正篇87话的内容，发行了15卷单行本。我们2019年看到的12集 TV 动画版实际翻拍了漫画的前30话左右的内容，对应关系如视频所示。动画之后的漫画剧情其实依旧是以女主夏尔跟着男主汉克四处旅行，追杀当年变成拟神兵的同僚，一边穿插着调查和回忆当年把他们变成拟神兵的军医艾琳为什么会被杀的剧情。因为故事比较零散，我就不按照漫画的顺序，自己总结了一个故事的大纲，方便大家理解。总结不易，还望想知道故事真相的同学点赞3连支持一下。首先，这个万恶之源的军医艾琳其实和男主汉克都曾是战争中被迫害流离失所的孤儿，因为都无家可归，两人成了相依为命的干姐弟。但艾琳实际是一个可以听到神之声音的稀有人类，她的特殊能力后来被教会的神父发现，并在神父的安排下让艾琳去了教会，研究所谓的神留下来的石头。而男主则作为让艾琳听话的人质，被送到了教会的福利院和学校生活学习。而这个所谓的神其实是古代文明里超越人类拥有神力的一种生物，但是这种生物早就已经死亡了。可古代神的灵魂因为本能想要活下去，所以神的灵魂游荡在人间，传递声音给能听到他们声音的人类指示，希望人类能帮忙复活他们这些神。但是神说的语言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啥意思的，所以艾琳研究神留下来这个石头花了很长时间才得知石头可以与人结合这么一点点的研究成果。但是此时故事里所处的大陆上南北国家又发生了战争，为了研究艾琳向总统提议制造生化兵来增加战力，实际上艾琳是为了拿死球重伤军人来做人体实验。结果男主汉克为了保护国家也参了军，并且在战争期间为了保护一对孤儿姐弟，男主汉克被炮弹击中，生命垂危。汉克临死前被送到了艾琳的实验室，艾琳为了能和汉克在一起活下去，艾琳将自己的血滴在了石头上，并与男主结合，成功的制造了第一个拟神兵。随后艾琳的研究成功，不断的有类似男主的拟神兵被制造出来，使得北方国家的战力增加。但随着战争进入尾声，艾琳发现拟神兵会慢慢的失去人性，变成怪物祸害人类。艾琳本来只想让自己跟男主永远在一起才做了这个研究，如今艾琳却发现是自己害了大家面临必死的境遇，所以艾琳决心要杀了大家，并把这事儿告诉了副官肯。肯其实是北方国家总统的儿子，小的时候肯也在教会学校学习，所以肯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男主和艾琳，并且肯一直憧憬着艾琳。但是肯恨透了战争，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他的爸爸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故意作为诱饵而死的牺牲品。本来肯是为了快点结束战争才加入了拟神兵这个队伍，如今却知道了这个结局，又看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如此伤心要痛杀同僚，所以肯心软的当场就杀了艾琳，并决定让拟神兵们都活下去。结果肯杀完艾琳以后，用自己拟神兵的能力从艾琳的尸体上得知到神之声的事情，并且从艾琳的体内得到了遗父子米莉。为了让米莉和其他的拟神兵都能自由的活下去，肯背叛了北方国家，加入了南方国家，并着手开始研究拟神兵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而男主则没有背叛北方国家，并且男主开始着手一一消灭那些变成怪物没办法恢复成人类的同僚。而且男主偶遇了女主夏尔，男主发现了其实女主夏尔跟艾琳一样是能够听到神的声音的人，所以男主带着女主旅行，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女主，一方面是希望女主来决定他们这些拟神兵的未来。后来在经过了几次男主杀掉同僚的事情之后，肯突然出现，并强行把女主给掳走了。原来肯后来与当年教会的神父接触上了，从神父那里肯得知了复活神的实验关键需要能够听到神声音的人的血，并且肯也得知了女主是有这方面能力的，所以肯掳走女主以后没有伤害女主，并且以礼相待，告诉了女主很多真相，并且让女主与艾琳的遗父子米莉朝夕相处，甚至两人相处下还产生了感情，使得女主也开始愿意与肯合作。最终肯带着南方国家的军队攻打了北方国家，肯甚至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大总统，而男主则独自出面来阻止，打死了好几个肯的同伴以后，把肯打的就剩了半个身体。就在这时，女主却带着米莉来到了战场，肯利用战场上的尸体、女主的血、米莉的血肉，成功的复活了古代神，使得古代神变成了一棵大树，开始吞噬大地上的人类，而女主
其实并没有后悔，因为女主其实是按照古代神的声音而去做的这一系列事情。原来古代神本能的想要复活，但古代神也想终结自己灵魂的永生，所以复活后古代神传达声音，希望有人能够来终结他，所以女主拜托男主去彻底的消灭这个神，因为只有男主是既能听到神之声又被改造成拟神兵的人，女主相信只有男主是能够彻底消灭神的存在。最终男主按照女主的指示前去攻打了古代神的内核，成功的救出了被困在古代神内核的米莉，但古代神的灵魂最后却缠绕到了男主的身上，而为了苍生百姓，女主亲手拿枪崩死了男主。最终世界恢复了和平，拟神兵的事情后来被军队给压了下来，并且开始致力于如何让人类跟拟神兵和平相处。教会的神父因为大战时候地面塌陷生死不明，而肯的尸体则被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蜘蛛女给带走了，米莉则跟着女主归隐了山林，在孤儿院里生活，而男主其实没有彻底死透。漫画的最后一个画面里，男主有变回了人，故事到这里就彻底的落下了尾声。好了，以上就是大致的猎兽神兵的原作结局的故事不知道各位看完以后有啥看法和想法呢？赶紧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吧。你还想知道哪部动漫的原作是咋完结的？本期视频点赞过3万，我就3天之内做出下期视频，望各位多多点赞，多多支持。哦，对了，今年1月的新番《婚戒物语》也是卑鄙老师组合同样从2014年开始连载到现在的漫画作品所改编的故事。这个动画讲述的是男主穿越到异世界以后，不停的和各种大胸妹子结婚，通过结婚以后的方式获得魔法力量，闯到异世界的故事。比起猎兽神兵，这个作品才是回归了卑鄙老师的本性制作，毕竟当年这个组合是从海里游上岸的你懂我在说什么的，对吧？